奶奶这个作品完成了之后，我发到网上，很多人给我发私信，说的最多的就是自己的长辈、爱人和朋友的离去，他们无法接受，但是看到我的作品之后，得到了某种慰藉。我是周一成，从事游戏艺术方面的工作，创作这种低像素的游戏，可能120多个。去年3月份，当知道奶奶摔跤的时候，我要去照顾她。7月份的时候，身体健康吧，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下滑了。那一刻，我决定要开始记录，把它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游戏。第一阶段就是不断的循环去照顾奶奶，小人从床上醒来，去跟奶奶打声招呼，然后推奶奶出去散步，买吃的，帮她洗澡，再哄她睡觉，把我生活1比1的真实的导入到游戏中，在游戏里面日复一日的循环。10月中旬的时候去世了，所以有点自责，有些舍不得吧，糅杂在一起，把这种情感就注入到这个作品里。要把奶奶的照片加进去是比较困难的一部分，因为 Game Boy 系统它可以解读的像素点是非常少的，读取不了奶奶的样貌，重新去编辑这个图形，在像和不像中间找一个平衡点，直到这个游戏的引擎可以读取这个图片为止。游戏里的结局就是玩家操控的这个小人因为照顾奶奶精疲力竭，走到自己小床上睡着。在这个梦境里，奶奶会与小人相遇，就是奶奶会感谢说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，我们是时候说再见了，彼此告别，一只大鸟飞走。当做完这个游戏之后，内心想要表达或者发泄的一些情绪，真正的是得到了一些缓解吧。2020年我在美国留学嘛，当疫情爆发的时候，一个人在公寓里面偶然间就找到了 GP Studio， 专门创作这种低像素的游戏。我的游戏作品跟我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。远方是我听到一首歌，到不了的是远方，回不去的是故乡嘛。小人从房间里面出发，每远离家一步，这个家就会越来越小，父母也会越来越小。转了一圈之后，又回到了原来的家，发现你的父母已经白发苍苍了。特别的跟我生活特别贴切吧。一回家发现父亲病重了，然后母亲也更加苍老了。找工作可能是自己专业原因吧，拒绝的都是多数。在这个没门的这个作品里，把我这种求职的经历累积成一个大楼，每一个房间代表每一个工作室，交互之后这个大门都会关上，然后把它赶出来。我与你的距离是发生在我跟我女朋友身上，两个小人面对面的站在悬崖边上嘛，玩家每移动一步，另一边的小人就会模仿他的步伐，突破悬崖到一定次数，两个小人会隔空行走，在天上相遇，比一个小爱心。只要有爱，任何鸿沟它都是可以跨越的。传统的游戏就是竞争、奖励和惩罚，然后会给你设有明确的目标。我想跟它反着的，循环的，无意义的，没有目标的，没有可玩性的。用游戏可以表达出一种无法言说的这种真实。我的人生跟大多数人节奏有一些滞后，我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有的也生小孩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我也没有。物质上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欲望。研究低像素的游戏，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情感传递或者是严肃思考的一个工具吧，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个事情。现在的状态比较安静，比较简单，我非常满意当下嘛，就是一个即将要过去的过去和一个即将要到来的未来。你只要有一个你真正想完成的事情，只要把你的当下做好，其实未来都不会太差了。